你这次从法国调到美国，从大使改为联络处主任，这官儿是升了还是降了？不管是升是降，都是为国家做事，我都会努力干好。我看是升了。联络处那比大使馆还大使馆呢啊！黄镇是正部级。10年前你就是外交部副部长，现在是正部级，理应如此嘛。美方的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是著名的外交家，比部长的声望还要高啊！派你去美国坐镇，是总理点的将，我拍板的。谢谢主席和总理对我的信任。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啊。现在蒋某人的大使馆还在，你到美国工作，要学学阿庆嫂，不卑不亢，不必搞得轰轰烈烈，也不要去登广告。什么广告？赫鲁晓夫访美的时候是登过广告，小蒋访美的时候也登过广告。我听他们说，你是刘海粟的学生，名师出高徒啊！现在还画画吗？现在画的很少了。要坚持画，丢了太可惜了。你画的那个长征画集我看了，很好啊，把很多长征的场面都记录下来了。还是主席在长征路上诗写得好，那么多的诗啊，每一首诗都是气势磅礴、激情满怀啊。我前些年填过一首《念奴娇》，鸟儿问答，你们想不想听一听啊？好啊。那我就给你们背一遍，也算是给黄镇同志送个行啊！念奴娇，鸟儿问答，鲲鹏展翅9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成歌。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啊？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定了3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许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好，太好了，主席，您这首诗写的既大气又风趣幽默。这首诗是那年写给赫鲁晓夫的。可惜啊，他没看到就下台喽。我们做外交官的，就要像主席诗里写的那样，要做展翅9万里的鲲鹏。大理，尼克松刚刚来电话，他很关心你的身体，问要不要派美国的医学专家来给你医治。谢谢他，我不需要他关心我的身体。你还在为他去北京的事情耿耿于怀啊？他要是突发奇想，去北京看看毛统治下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那么去溜一圈也就罢了。可他现在是变本加厉，一再对我们施压。你又听到了什么？他要在北京设立个什么联络处，并且也同意
毛在华盛顿设立一个同等级别的联络处。联络处不就一个联络处吗？值得你动这么大的肝火？来，夫人，你坐下，我和你说。你知道，他们派去北京的，那是布鲁斯，而中共派去美国的是黄振。这2个人都是外交战线上身经百战的大佬。这所谓的联络处，那不就是不叫大使馆的大使馆吗？那建宏要面临挑战了。何止是挑战，在我看来，那就是将要被取而代之的灭顶之灾。大力，不要那么激动嘛。我不是激动，我真的是很焦虑。你知道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是何等的重要吗？我们不仅是盟国，我们更需要美国来对抗大陆，这是一张王牌。大力，我倒有个主意，不知合不合适。你说。既然两军对垒，那就兵来将挡。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把它挡回去。那我们可以增加自己的力量。怎么增加自己的力量？你可以电告建宏，让他坚守阵地，对黄镇寸步不让。毕竟我们在名义上还是正规军。另外，让他在美国以及其他的城市设领事馆。中共总不能让他的联络处在美国四处开花吧？夫人，这个主意好。哟，老黄，你怎么来了？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你说你来就来呗，你拿什么酒啊你？我跟你说啊，这可是总理送给我的。哦，我要不是有事相求啊，我还真不舍得送给你。你呀，我刚刚炸的花生米，好东西一起分享吧。好啊，里边请，里边请。哎呀，好酒啊，这酒真不错。哎，说吧，什么事儿？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啊？我这不是马上要去美国走马上任了吗？这个中美关系问题啊，是道难题。我怕万一哪句话说错了，给国家造成损失。哎呀，老黄，你在巴黎为中美两国开辟秘密小道，这基辛格都见了好几回了，这事儿还用得着问我呀？哎，那不一样。我在巴黎做的那些工作，包括和基辛格见面，那都是中美关系的皮毛。真正的核心，那是中美谈判，而你是谈判的当事人呢。哎呦，你这么一说呀，哎呦，一下勾起我那些痛苦的记忆了。那个礼拜简直是魔鬼过的日子。啊，对了，你和基辛格谈判，焦点是什么？台湾问题，他们想模糊概念，留下活口，但是总理指示，其他问题都可以让步，唯独在台湾问题上，必须把美国可以选择的路都给堵死。这么说，中美联络处的建立是斗争的结果。老黄啊，我觉得你此行没那么轻松吧？你面对的不仅是可能引起直接冲突的台湾驻美大使馆，还有那个不阴不阳的美国政府，还有这国会山上的那些亲台派啊。主席接见我的时候，让我当好阿青嫂，要不卑不亢。好，老黄，我觉得你这次到美国唱的这出智斗，一定会比阿青嫂唱得更精彩。好。哎呀，真是好酒！来来来，
吃点黄肉米。好好好。联络处的房子现在还没有确定，我们暂时住在五月花旅馆。这个旅馆可靠吗？可靠。旅馆的条件不错，位置也适中，在华盛顿很有名气。美国政府为了安全，还在旅馆的周边专门派了特工。住旅馆不是长久之计啊，联络处的选址还是要抓紧时间。已经选了几个地址，你来了，正好定一下。另外，基辛格的助手洛德给我来过电话，基辛格希望下午能与你见面。好啊，现在已经12点了，这样，咱们把行李放回旅馆，就直接过去。那，你不倒时差了？还倒什么时差呀？人家都这么着急，咱们还是要尽快过去。啊。Doctor, Mr. Huang is here. 博士先生 Director Huang. Who would imagine that we would be meeting 想不到 here 我们 like 又见 this? 面了。博士先生，这次可是到了你的地盘，你不用再化妆，也不需要再躲躲藏藏了。Well, please, come, take a 请 seat. 坐。Oh, Ambassador Huang, to be honest with you, I really don't miss those days of our secretive work together in Paris. 我也很欣慰，我们为打开中美两国的大门而做出的努力。 Now, Director Huang, you've come such a long way here to the United States. If there's anything that I can do to help you, please, if it's within my power to do so, I want to help. 既然您这么说，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这是我想要拜会贵国政要的名单，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Ambassador Huang, now that yo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can see whomever you want and go wherever you want. Well, except for the nuclear weapon testing site, of course. 核武器那玩意儿有放射性，您就是让我去，我也不会去的。Now, Ambassador Huang, there is one more thing that we need to discuss. 什么事情？ The president knows that you're here and he scheduled a meeting for the two of you tomorrow morning in the White House. He's also given specific instructions to install a hotline at the Mayflower Hotel where you're staying. Now, you can use this hotline to contact the president directly anytime you see fit. This is a privilege that diplomats only from a few countries can enjoy. 谢谢，谢谢博士先生。 My pleasure. Ambassador Huang, you've been mentioned many times by Dr. Kissinger and General Walters. We finally meet. 我们终于见面了。我来之前啊，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见过我，让我一定要转告对您的问候。 You know, I cherished the 我很怀念 of my visit 去 to 中国 China, 访问的日子。 and I hope I will 希 have 望 the 不久 opportunity 能 to 有 pay a 机会 visit 再次 again. 访问中国。 北京随时欢迎您的。 Oh, thank you, thank you. I heard from Mr. Kissinger that you are currently staying at the Mayflower Hotel. 五月花旅啊，对，暂时住在那里。 You know, the Mayflower is a very 五月花 auspicious name. 是一个很吉 More 利的 than 300 years ago, 早在 the 300 first 多年 group 前 of pioneers 第一批发现 who discovered the 亚洲大陆 American 开 continent 拓者 traveled on a 他们乘 sailboat 的 named 帆 the 船就 Mayflower. 像五月花。 Since then, the Mayflower symbolizes the beginning of the 花 United 就象征 States. 着美国的开始。愿美丽的五月花为中美的两国人民开放。 And if anything 如 goes 果 wrong, 出了差错， we may 我 fire 们就把 Dr. 基辛格 Kissinger. 来，大林，来吃药。
不想吃。大林，身体要紧，别自寻烦恼。黄振到了美国，他又不是什么正式的外交使节，可去美国不到24个小时，尼克松就去会见了他。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尼克松还想再讨中共的好。金国来了。金国，美国方面又有什么新的消息吗？我就是为了这事儿过来的。来，好，你们聊，别忘了让你父亲吃药。好，坐下和我说。父亲，沈大使刚刚来电了。这个黄振到了美国以后，尼克松很快就接见了他。这件事情，在美国的各大报纸，还有广播电台、电视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现在他们都在大力宣传这事儿。这个尼克松是一石二鸟，既是做给我们看的，更是做给苏联看的。他是要对苏联当局打毛泽东这张牌。是，父亲，黄振这个人，外交能力是很强的。我现在担心的是，他到了美国以后，会不会像在法国一样，慢慢的把属于我们的东西蚕食掉呢？这是早晚的事。即便如此，天塌不下来。但该做的工作，我们还得要去做。你可以让沈建宏去问问基辛格，他这样对待黄振，那么把我们台湾和美国有正常邦交的中华民国置于何地？我觉得应该没什么用。有用没用，都要去做。经过人在困境的时候，明知道不可为，但也必须有所为。Doctor, Mr. Shen is here. Ambassador Shen, so happy to have you, sir. But Mr. Kissinger, I feel overwhelmed by an unforeseen favor. Well, please, have a seat. Thank you, sir. Now, please, tell me, Ambassador Shen, why do you feel this way? President Nixon and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making me feel this. The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already recognized by the US government. However, the real lady can match the concubine sent by the Chinese mainland government. Mr. Shen, I believe that this is your Oriental thinking. Now, if you think about it, the treatment of the CPC's liaison office, well, it cannot compare with your Twin Oaks embassy. And besides, at the very least, they're not flying their five-star red flag in front of the car. Am I right? Since you have said this, I will surely hope your government can keep your promise. 基辛格已经会见了沈大使，并且基辛格也明确地表了态，他们还是承认我们中华民国的。父亲，中共在华盛顿的那个联络处不具备外交资格。尼克松耍了沈建宏，这个基辛格的人格靠不住。他去大陆之前，也曾信誓旦旦地向
沈建宏承诺，美国无意与中共建立什么外交关系。可是尼克松访问大陆还不到1年，就搞出一个什么联络处。这个联络处，你可不能小看它，它是半个外交，甚至是外交中的特殊外交。是啊，看着美国和大陆这样狼狈为奸，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呐。有些事情外交不好出面，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心声。是，看来你近期有必要去趟美国了。什么任务？现在中共驻美联络处已经成为我们咽喉中的一根鱼刺了。我们要把它拔掉。拔是拔不掉了，但也不能让他们这么为所欲为。沈建宏大使跟我讲，他近期在国会山还有外交部已经物色了一些可用的人才。再有，我们的人以华侨的名义组织了一个社团，这些是我们的骨干力量。那你准备给我的尺度有多大？啊，只要不对咱们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就行了。至于尺度嘛，你自己把握吧。明白。一路辛苦啊！我给介绍一下，这位是会馆的张会长张明亮先生。你好，我是海云天。哦，幸会幸会。好了，大家坐，请坐，请坐。哎呀，一路辛苦啊！沈大使，先介绍一下这边的情况吧。大家都知道了，很快，中共就到了他的国庆节，那么他的联络处肯定会有动作，所以咱们要先下手为强。所以我想先以明亮会馆的名义，向美国政府申请示威游行，闹出点动静来。啊！另外，双管齐下，找到适当的时机，把黄镇。同志们，这可是我们在美国过的第一个国庆节，不能够无声无息。我们要举办一个国庆节招待会，把美国上层官员和华侨朋友们都请过来，好好热闹热闹。对，是应该好好热闹一下。另外，我们还应当在楼顶上插上我们的五星红旗。这是旅馆啊，他们能让我们挂五星红旗吗？我觉得老韩的提议对，这个五星红旗一定要挂。我相信他们不会不同意的。另外，咱们要把旅馆好好布置一下，张灯结彩，要让华盛顿人民都知道我们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节。黄主任，请柬准备好了，您看行不行？那咱们就分一下工。老韩呐，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夫妇
共和党领袖斯科特夫妇、副总统阿格纽夫妇，他们的请柬要亲自去送。好，那你先找一找啊。基辛格博士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我去请。胡林，斯诺的前妻海伦女士，你争取把她请过来。好。那咱们大家就分头行动吧。好。把这个请柬给大伙分一下。赵副长到。副长，副长，副长。兄弟们，有。现在有这么一件事儿，中共妄图插足美国华盛顿，他们的插足势必对我们台湾的合法权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怎么办？好，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到了该用你们的时候了。我已经用明练会馆的名义，向美国政府递交了示威游行的申请，很快就能下来。到那时候，你们要用你们的血性和功夫，给那些妄图插足美国的中共分子一点颜色看看，明白了没有？明白了。让兄弟们看看。收了。凡是参加游行的，每人$1000。人越多越好，人越多越好，听明白了吗？明白了。OK。Doctor, Mr. Huang is here. Director Huang, my old friend. Welcome back. 老朋友，但是我今天可不能叫您博士了，应该叫国务卿。我对您的荣升表示衷心的祝贺。Thank you very much. However, if you really want to congratulate me, you should offer me a drink. 您先别着急嘛。我今天登门呢，就是想请您喝酒，而且不仅仅是喝酒，最美的菜肴。Thank you. Yes, well, the temptation of Maotai and Chinese dishes is difficult to resist. However, Ambassador Huang, you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s 150 other embassies here in Washington, D.C. How would I be able to decline their offers? I would be soaking in wine every day. 国务卿先生，这一点你完全不用担心。我们那个不是大使馆，是联络处。据我所知，华盛顿还没有第二个和我们等同的联络处吧？Well, I have to say you make a very convincing argument. All right, all right. I will accept your invitation, and I will show up on time. 一定准时出席。谢谢。Thank you. 黄主任，您回来了。哎，这边有2个老汉他在等，他们等了很久了。
说找我什么事儿了吗？他们说一定要与您面谈，看样子挺神秘的。黄主任。啊哈，你好，你好，我是黄震。啊，你好，你好，二位请坐。您请。啊，不好意思，让二位久等了。黄主任，今天贸然前来打扰，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们呐。那二位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咱们这儿10月1日是不是有什么庆祝活动？对，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4周年，我们当然要庆祝。啊，是这样。可是我们刚刚接到明亮会馆的电话，让我们10月1号到你们门口示威游行。示威游行？为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怕你们吃亏，所以先来给你们报个信儿。我觉得吧，不管是大陆也好，还是台湾也罢，都是华夏子孙，在国外讨生活都不容易，应该是齐心协力，不应该自己人跟自己人内斗啊。是啊。哎，刚才你们说的那个明亮会馆是个什么组织？有多少人？哦，这个组织成立几10年了，我们都是老一批会员。对，过去我们的宗旨是习武交友，强我中华，有1000把个会员吧。每逢过节，大家伙就一块儿聚一聚，也举行过几次比武擂台赛。可是近几年，这个组织有点变味儿了。变味儿？变什么味儿了？现在这个会长啊，是从台湾来的，他自身呢也没什么功夫，这些年就热衷于黑道生意，整点示威游行啊、打打杀杀的这些事，从中渔利。啊好，谢谢二位提供的情况，这件事情我们会妥善处理的。那好，我们就告辞了。好啊，谢谢，再见。两位爱国华侨所提供的情况，有可能是真的。他们不希望看到两岸的中国人相互争斗。老韩，这件事情要和美国政府交涉。老黄，美国一贯号称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允许老百姓集会游行，我们跟他交涉，能起作用吗？这不是一般的集会游行，这是有阴谋、有目的的示威。如果美国不惜破坏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中美关系，他们可以不管。那我们的国庆招待会是办还是不办呢？当然要办，而且要举办的盛大隆重，把能通知到的新闻媒体全部要通知到。另外，10月1日的当天，我们要举行升国旗仪式，要让5星红旗随着朝阳升起在华盛顿的上空。对，说得对。好。Mr. President, I just received this from the State Department. The Taiwanese Representative Office, they are staging a demonstration in front of the Mayflower Hotel, October 1st in Washington, D.C. Now, you realize this is the same hotel where the liaison officers are staying. The Taiwanese are making trouble again. Did the U.S. departments reply to them? Well, sir,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citizens have the right to free assembly. So, of course, the State Department will approve of it. Yes, even though they have received an approval, we have to control the scope of this demonstration. Besides, we have to beef up the surveillance on the Chinese liaison office. Harry, let not things run out of control. I agree, sir. Huang Zhen has already made an issue of this. We cannot suffer a little gain for a big loss. Yes, that's right.
怎么样，张会长？游行队伍到达中共联络处了吗？别提了，游行队伍还没到联络处就被警察给截住了。什么？他们驱散了游行队伍，还抓了好几个人。我们这些年已经白花了。美国人是敢当真正的走狗啊！啊！30年河东，30年河西，可这还没到30年呢。还有一个情况，你们俩一定要知道：中共在5月花旅馆公然升起了5星红旗。我要抗议！这是赤裸裸的挑衅行为。我要当面质问尼克松，他眼睛里还有没有中华民国？还有没有中华民国驻华盛顿这个大使馆？Welcome 。欢迎你啊，老朋友。对，欢迎欢迎。And Mrs. Wang. 您好，您好。Very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欢迎。Hello. Ambassador Huang, someone has been complaining about you. 告我？告我什么呀？ About what? And Mr. Shen Zhenhong has protested with the U.S. government about you flying your 5-star flag on top of the hotel. The State Department hopes that you will take the flag down in an effort to not further irritate Taiwan. 以免刺激台湾。国务卿先生，此言差矣啊！布鲁斯先生不是也在美国驻北京联络处挂着美国国旗吗？我们这样做可是跟布鲁斯先生学来的。好了，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影响我们的情绪了。茅台酒已经给您备好了。Very good. Cheers, please. 你回来啦？来了。海局长送走了。送走了。他这次是无功而返。我有一种预感呐，可能我就是这次中华民国派往美国的最后一任大使。我愧对蒋公的重托呀。建宏啊，你也别太自责了。好多事情啊，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你也已经尽力了呀。比起这个基辛格呀，他这次到大陆，我看说不定要把国府多少更机密的东西全出卖给中共了。好了，别想太多了，让他出卖呗。等没有什么可出卖的时候，自然就不出卖了。是啊，夫人，这块地方恐怕咱们待不下去了。进。沈大使，台湾急电。建宏，电报说什么？好消息呀！现在国父跟中共在美国之间的争斗，究竟鹿死谁手，还说不一定呢。不过要多多的观察水门事件。什么水门事件？尼克松的事情。哎，你赶快把最近的报纸全给我找过来。是。纷乱的世界上，我心不走过，变幻的风云里，你越发巍峨。唯有那么一天，环球同此凉热，
云水间响彻我们